师傅，这里面有空调吗？完了，这个里面没有空调，也没有灯。Hello， 又见面了啊！我们今天看一个最近挺红的，也挺有争议的一个项目，叫埃卡天雾。这边的入口呢，沿着这个中环的，地理条件其实并不是太好，车来车往的。它整个的城市的展示面呢，也不是那么的优越啊。它的这个入口啊，人车是不分流的。你看这边是一个人行的步道，但是呢，它也同时也是一条车行的通道。刚才有的人在这狂按喇叭，所以我觉得很不安全。觉得这块看看未来怎么能够提升一下，就是把人和车的动线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入口的景观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很多水景元素的植入啊，水磨石的地面镶嵌了很多金属的铜条，整个园区的一个规划的总图啊投到地面上去了。我觉得大大的弱化了整个入口的这种车流穿梭不息。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上海 Plaster 这种材料水刷石啊，整个的这个片区里面有很大量的一个应用。这栋建筑应该是一个老的建筑的改造，但是它这里边呢用了很多很粗犷的材料，让这整个的这个建筑呢从一进来啊就给人一种比较潮的酷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水洗石的一个框啊，包括一些类似于清水混凝土的感觉。然后整个外立面呢又用了这种一个黑色的金属网，半透不透的这种感觉。你看这个车怎么就又开到这边来了？看一下这栋楼啊，这栋楼也蛮有意思的，它是用了一个带有颜色的这种清水的混凝土。至于说它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其实现在应该还不是很明朗啊。下面其实用了一些锈蚀的钢板，颜色呢跟上面的这种红色的清水混凝土还是挺搭的，整个还是给人一种粗野主义的建筑的感觉。这个小缝里面嵌了一棵树，比较硬朗的或者粗野的感觉突然间多了一丝的生机。这个水景啊，我觉得是它这里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啊，非常浅薄的啊一个镜面的水景，跟我们上次去考察的那个天幕里的水景呢有点像，水可以抽干，然后呢这里边也可以举办一些这种发布会啊，适应不同的场景和运营的一个需求。看一下那栋楼，这栋楼呢叫童堡啊，童堡呢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具体功能的建筑，我不知道他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我觉得它未来作为一些时尚的一些发布会啊、活动的空间啊，都挺好的。然后从那个门那边走出来以后啊，有一个步道，有点像这边是一个看台，然后呢这边是一个舞台的感觉啊。这几棵树其实让整个的这个片区啊，包括后面的这个绿郁葱葱的感觉，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生态。建筑设计的一般的原则呢，我们叫功能决定形式啊，后面呢又发展成叫形式决定功能啊，比如说像库哈斯哈、扎哈呀，国内的马岩松啊。我们先把一个建筑的形儿给它捏出来啊，然后功能要配合我的建筑的形体去进行一个摆放。这个项目呢，我认为它又再次把它发挥到另外一个境界啊，形式决定形式。这里边很多建筑啊，它是为了去打造网红而去创造出了一个网红的形态。其实它对未来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啊，但是先把它打造出来再说。这边有很多上海的已经退休的阿姨啊，基本上已经快把这儿给占领了。但是呢，这边有很多生活方式的餐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在这里能够坐下来享受时光的条件啊。我们一会儿中午就去吃一下这个叫 Somewhere 啊。然后它外立面呢用了很多这种弯折的一些镀锌板，这个材料呢它比较少见啊，它其实一般不会用在建筑外立面上啊，但是它会给人一种相对偏工业风的感觉，跟这种西餐厅啊比较潮啊、相对时尚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应该是很匹配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打卡那个小蓝瓶咖啡啊？它的外立面呢，如果做成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挺好的。它是一个可开可合的状态啊。你看它这个门是可以完全打开的，打开以后它里边的桌子和外面的桌子啊，室内外的边界就被模糊了。小蓝瓶那个外立面呢，隔得有点太死了。这个楼呢，应该是于婷老师做的一个网红建筑。看一下这里边，我好像没有看到灯光啊。完了，这个里边没有空调，也没有灯，机电、空调好像也都没有啊。你看上面可能有一个屋顶的底部啊，有一个排水管可以把水排下来啊，就仅此而已了。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可能天热天冷的时候用起来应该不是很舒服啊。师傅，这里边有空调吗？没有空调，这里边。因为我没看到有任何的出风口啊，这个虽然它很网红，但是里面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网红的建筑。
我觉得反而这栋楼更好看一点啊，整个的一个外立面叫墨绿色或者深绿色的金属，非常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导向标识啊，这边很好的一个餐厅，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凹进去啊，也是用了一些比较质朴的木质的啊一个外立面的材料。下面就进入到了纯网红的区域了啊，没有任何的功能啊，能够在这里面做设计的建筑师应该是很幸福。挺佩服他们的这种项目的这种策划呀，包括运营甚至炒作的一个能力啊。这啥设计？一起喝酒去。